2月初3文昌诞，无论多忙，都要记得1要拜，2要吃，3要读。文昌诞的由来与意义，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长河中，2月初3文昌诞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这一传统节日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美好的期许，是人们对知识、智慧与学业成就的崇高敬意和热切追求的体现。文昌诞是为了纪念文昌帝君的诞辰而设立的节日。文昌帝君在道教中被尊为掌管文运、学业、科举考试以及世人功名利禄的神祇，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深受读书人和学子家长的尊崇。文昌帝君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古代的天文星宿文化，在《史记·天官书》中就有记载：斗魁带匡6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2曰次将，3曰贵相，4曰司命，5曰司中，6曰司禄。古人通过对星空的观测，将这6颗星组成的文昌宫赋予了掌管人间文运、功名和禄位的神秘职能，认为他们主宰着文人的命运。起初，文昌帝君的原型是文昌星，被视作主管学问与文章之神，这反映了古人对天象与人世之间神秘对应关系的深刻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昌星逐渐被人格化，演变成了文昌神。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四川梓潼的地方神张亚子的故事融入其中，使得文昌帝君的形象更加丰满和具体。传说张亚子身世不凡，自幼聪慧，且精通医术。他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同时又孝顺父母，广行善举，深受梓潼百姓的爱戴与敬仰，被视为孝德楷模。他去世后，百姓为了纪念他，将其作为雷神供奉。后来历经历代皇室的不断追封，张亚子逐渐从梓潼神演化成了文昌帝君，成为了读书人心中的偶像和保护神，也成为了文昌信仰的核心神祇。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与繁荣，成为了文昌帝君信仰发展的重要契机。在那个时代，科举是寒门学子改变命运、步入仕途的主要途径。无数文人墨客为了考取功名，日夜苦读，他们内心深处渴望得到神灵的庇佑，期望在科举的道路上能够一帆风顺。此时，梓潼神主管考试命运的说法逐渐兴起，人们开始将梓潼神与文昌星的神职相融合。相传，许多考生在赶考途中，只要经过梓潼神祠，都会虔诚地祭拜，祈求考试顺利。而一些关于梓潼神显灵、帮助考生高中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这些传说进一步推动了梓潼神信仰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文昌帝君的信仰在民间深深扎根。到了元代，元仁宗延佑3年1316年，官方加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弘仁帝君，正式将其与文昌帝君的名号合二为一。至此，文昌帝君的形象和神职正式确立，成为了全国性的信仰，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尊崇和祭拜。明清时期，文昌帝君的地位愈发尊崇，其信仰达到了鼎盛，各地纷纷大兴土木，修建文昌宫、文昌阁、文昌塔等建筑，用以供奉文昌帝君。每逢农历2月初3文昌帝君诞辰，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会举行盛大而庄重的祭祀活动。在古代，祭祀文昌帝君是一件极其严肃和重要的事情，仪式通常由德高望重的官员或长辈主持，他们身着盛装，带领众人向文昌帝君献上丰盛的祭品，包括香烛、鲜花、美酒、水果等，以表达对文昌帝君的敬仰和感恩之情，同时也虔诚地祈求帝君保佑自己或家人学业有成，仕途顺利。一拜心怀敬畏，祈愿文昌。拜文昌帝君的传统，在文昌诞这一天，拜文昌帝君是最为核心的传统习俗，承载着人们对学业顺遂、事业有成的殷切期盼。自古以来，无论是莘莘学子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
还是职场人士渴望在事业上取得突破，都会在这一天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向文昌帝君献上诚挚的敬意和美好的祝愿。在古代，科举制度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无数寒门子弟寒窗苦读，只为一朝金榜题名。在那个时代，拜文昌帝君被视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仪式，人们相信通过祭拜能够得到文昌帝君的庇佑，获得智慧与灵感，从而在考试中发挥出色，实现自己的理想。如今，虽然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成功的渴望从未改变。拜文昌帝君的传统依然在民间延续，成为了人们表达对未来美好憧憬的一种方式。二、祭拜流程与讲究。祭拜文昌帝君的仪式有着严格的流程和讲究，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首先是贡品的准备，这是表达敬意的重要方式。香是连接人与神明的媒介，袅袅青烟传达着人们的祈愿。花象征着美好与纯洁，一般以3支或5支为宜，如梅花、莲花等。梅花寓意着高洁、坚韧，莲花则代表着纯净、智慧，它们表达了对学子和事业者美好品质的期许。水果常见的有苹果、橘子、香蕉、桂圆等。苹果寓意平安，橘子寓意吉祥，香蕉象征智慧，桂圆则代表着富贵圆满。这些水果不仅是对文昌帝君的敬意，更寄托了对学子和事业者的美好祝愿。糕点如状元糕、年糕、发糕等，糕与高谐音，寓意着步步高升、学业有成、事业兴旺。除了这些，还可以准备文房4宝，即笔、墨、纸、砚，它们是文人墨客的必备之物，代表着知识与学问。摆放文房4宝，象征着对文昌帝君掌管文运的尊崇，也希望能得到帝君的加持，让自己或家人在学业和事业上才华横溢，文思泉涌。当贡品准备妥当后，便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进行祭拜。一般来说，农历2月初3当日的上午被认为是吉时，此时阳气上升，万物蓬勃，寓意着希望与活力。在祭拜之前，祭拜者需沐浴更衣，保持身心的洁净，以表达对文昌帝君的敬重。仪式开始，先将贡品整齐地摆放在供桌上，供桌要擦拭干净，摆放的位置也有讲究，通常要面向东方，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象征着希望与生机。接着点燃香烛，香烛的火苗要平稳，不能有晃动或熄灭的情况，这被视为不祥之兆。手持点燃的香，双手举过头顶，向文昌帝君行3鞠躬礼。鞠躬时要弯腰至90度，动作要缓慢庄重，心中默默念叨着自己的姓名、年龄、住址以及所求之事，如希望学业进步、考试顺利、事业高升等。然后献上贡品，将水果、糕点等依次摆放在供桌前，再次向文昌帝君鞠躬致谢。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安静专注，避免嬉笑打闹，以免亵渎神明。如果有条件，还可以诵读祝文。祝文是用简洁而庄重的语言表达对文昌帝君的感恩和祈愿，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撰写，也可以参考一些传统的祝文范本。3、特殊情况的应对。在现代社会，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可能无法亲自前往文昌庙进行祭拜。别担心，即使遇到这种特殊情况，也有其他方式可以表达对文昌帝君的敬意和祈愿。如果无法前往文昌庙，在家中祭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家里可以选择一个安静整洁的房间，如书房或客厅的一角，作为祭拜的场所。在这个地方摆放一张供桌，将文昌帝君的画像或牌位供奉在上面。如果没有画像或牌位，也可以用一张红纸写上文昌帝君之神位几个字代替，然后按照前面所说的流程准备贡品，点燃香烛，上香叩拜，向文昌帝君诉说自己的心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如今还出现了网络祭拜的方式，一些道观或寺庙在官方网站或社交媒体平台上提供了线上祭拜的服务，人们只需登录相关平台，按照指引进行操作，就可以在虚拟的环境中向文昌帝君献上贡品、上香祈福。这种方式虽然没有亲临现场的仪式感，但却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祭拜活动中来。无论是在家中祭拜，还是通过网络祭拜，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颗虔诚的心。只要心诚，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能传达自己对文昌帝君的敬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吃品尝美食，寓意美好。一、寓意高升的年糕。在文昌诞的众多美食中，年糕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年糕因其高与高同音，被赋予了年年高升的美好寓意，承载着人们对学业、事业不断进步的殷切期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品尝年糕，不仅是为了满足味蕾，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祈愿。制作年糕的方法多种多样，每一种都有着独特的风味。在这里，为大家分享2种简单又美味的年糕食谱。红豆桂花年糕。食材准备：糯米粉120克，玉米淀粉30克，桂花酱1勺，蜜红豆150克，牛奶200克。制作步骤：将糯米粉和玉米淀粉倒入盆中，缓缓加入牛奶，同时用筷子不断搅拌，直至面糊细腻顺滑，没有颗粒感。加入1勺香甜的桂花酱，搅拌均匀，让桂花的芬芳融入到面糊中。倒入蜜红豆，轻轻搅拌，使蜜红豆均匀分布在面糊中。在模具内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将搅拌好的红豆糯米糊倒入模具中。锅中烧水，水开后，将装有糯米糊的模具放入锅中，盖上锅盖，用中火蒸20分钟左右。蒸的时间可以根据模具的大小和火力适当调整，判断年糕是否蒸熟。可以用牙签插入年糕中，如果牙签上没有粘连面糊，就说明年糕已经熟了。蒸好后，取出模具，让年糕稍微冷却一下。待冷却后，将年糕从模具中取出，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一道香甜软糯的红豆桂花年糕就完成了。咬上一口，软糯的年糕中夹杂着蜜红豆的香甜和桂花的芬芳，让人回味无穷，仿佛未来的生活也如这年糕一般甜蜜而美好。红枣年糕。食材准备：糯米粉400克，水适量，去核红枣适量。制作步骤：向糯米粉中少量多次的添加水，每次加水后都要用筷子充分搅拌，使水与糯米粉均匀混合，直至没有干粉，用手攥能成团即可。这里要注意，加水的量不要一次性过多，以免面团太湿影响口感。取适量的糯米粉团，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将粉团放在双手之间，来回攥紧几下，使其更加紧实。然后把提前泡好并清洗干净的去核小枣按压进粉团中，每个粉团中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放入适量的红枣。如果喜欢红枣多一些，可以多放几颗，并且尽量将红枣用糯米粉包裹住，这样在蒸制过程中，红枣的香甜能更好地融入到年糕中。再次攥紧粉团，用拇指沿着粉团边缘转圈，将其做成窝窝头状。这样的形状不仅美观，还能使年糕受热更加均匀，更容易蒸熟。将所有做好的年糕坯放入提前烧开水的锅中，盖上锅盖，用大火蒸20分钟左右后关火。蒸制时间要根据年糕的大小进行适当增减，如果年糕较大，蒸制时间可以延长一些；如果年糕较小，则可以适当缩短蒸制时间。关火后不要立即开盖，让年糕在锅中稍停留片刻，这样可以使年糕更加软糯。然后开盖，将年糕取出，稍晾凉后即可食用。晾凉后的红枣年糕口感软糯，香甜可口，红枣的香甜与糯米的软糯完美结合，
让人吃了还想吃。2、象征聪慧的食物，除了年糕，在文昌诞这一天，还有一些食物因为其独特的寓意，成为了餐桌上的常客。大葱和芹菜便是其中的代表。大葱因其葱与葱同音，被人们视为聪明伶俐的象征。在这一天，吃大葱不仅是一种美味的享受，更寄托着人们对孩子能够聪慧过人、学习进步的美好期望。无论是将大葱切成丝，与豆腐凉拌，清爽可口，还是用大葱爆香，炒上一盘香喷喷的葱爆羊肉，葱香与肉香相互交融，都让人食欲大增。简单的食材，却蕴含着深深的祝福，希望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头脑更加聪明，学习更加出色。芹菜，芹与勤同音，寓意着勤奋好学。在文昌诞品尝芹菜，是在提醒学子们要勤奋努力，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芹菜可以凉拌，将芹菜洗净切断，焯水后捞出，加入适量的蒜末、生抽、醋、香油等调料拌匀，清爽解腻。也可以与香干一起炒制，芹菜的脆嫩与香干的细腻相互搭配，营养丰富。每一口芹菜都像是在诉说着勤奋的重要性，激励着学子们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奋进。3、其他特色美食，除了上述几种美食，还有一些食物在文昌诞也有着特殊的寓意，深受人们喜爱。猪蹄因其蹄与提谐音，寓意着金榜题名。在古代，科举考试是读书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考生们在考试前吃猪蹄，希望自己能够在考试中名列前茅，高中榜首。如今，虽然考试形势发生了变化，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从未改变，猪蹄依然是文昌诞餐桌上的吉祥菜。猪蹄的做法有很多，比如红烧猪蹄，色泽红亮，口感软糯，肥而不腻；卤猪蹄，香味浓郁，肉质紧实，让人回味无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美味的猪蹄，共同祝愿孩子们在学业上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粽子，粽与中同音，象征着科举高中。在文昌诞，吃粽子也是一种传统习俗，人们希望通过吃粽子，让孩子们在考试中能够顺利高中，实现自己的梦想。粽子的种类繁多，有蜜枣粽，香甜的蜜枣包裹在软糯的糯米中，甜而不腻；有肉粽，咸香的五花肉与糯米完美融合，口感丰富；还有豆沙粽，细腻的豆沙馅让人唇齿留香。无论是哪种粽子，都蕴含着人们对学子们的美好祝愿。如果想自己动手制作粽子，可以准备好粽叶、糯米、红枣、五花肉等食材，按照传统的方法包制，然后放入锅中煮熟，一份充满爱意和祝福的粽子就完成了。在一些地方，还会在文昌诞这一天制作发糕。发糕寓意着发有发达、发展的含义，象征着学子们在学业上能够取得进步，有所发展。发糕口感松软，香甜可口，制作方法也相对简单，将面粉、酵母、白糖、温水等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发酵至2倍大，然后倒入模具中，撒上红枣、葡萄干等装饰，放入蒸锅中蒸熟即可。热气腾腾的发糕不仅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更承载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如果您想品尝这些与文昌诞相关的特色美食，除了自己动手制作，也可以前往一些传统的美食店铺。在一些古镇、老街，常常能找到保留着传统工艺的小吃店，那里的年糕、粽子、猪蹄等美食味道正宗，充满了浓浓的传统风味。不妨在文昌诞这一天，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探寻这些美味，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3读，诵读经典，启迪智慧。1、诵读文昌孝经。在文昌诞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诵读文昌孝经是一项极具意义的传统活动，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文昌孝经是一部假托文昌帝君之名创作的道教劝孝经典，成书于宋代。
其内容丰富，从道家的自然宇宙观出发，深刻阐述了孝道的重要性。经文中指出，人的自然生命承载体弥足珍贵，父母生育子女历经千辛万苦，养育子女更是耗尽心血，因此子女应当体恤孝敬父母。同时还倡导将孝道推己及人，认为这样不仅能够保全自身天性，还可获得上天赐福，乃至正果得道。例如，孝治一身，一身私利；孝治一家，一家私顺；孝治一国，一国私仁；孝治天下，天下私生；孝是天地，天地私诚。这句话生动地展现了孝道在个人修身、家庭和睦、国家治理以及天地和谐中的关键作用。它强调了孝道不仅是一种个人品德，更是一种社会价值和宇宙秩序的体现。诵读文昌孝经，不仅能够让我们深入了解文昌帝君的信仰，更能在诵读的过程中受到经典的熏陶，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更好地践行孝道，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忙于追逐物质利益，而忽视了精神层面的追求。通过诵读文昌孝经，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行为，思考如何更好地孝敬父母，关爱他人，让孝道在我们的生活中焕发出新的活力。2、阅读励志书籍。除了诵读文昌孝经，在文昌诞这一天，阅读励志书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励志书籍犹如一盏明灯，能够在我们迷茫时照亮前行的道路，为我们的学业和事业注入强大的动力。名人传记是励志书籍中的经典类型，比如史蒂夫·乔布斯传，他详细讲述了乔布斯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如何凭借着对创新的执着追求和对完美的极致要求，打造出苹果公司这样的商业传奇。乔布斯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勇于突破常规，不断挑战自我。成功学书籍同样能给我们带来启发和鼓舞。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这本书介绍了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第一、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统合综效，不断更新这7个习惯。这些习惯是实现个人效能和成功的关键要素。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管理时间，如何与人沟通，如何设定目标并实现它们，从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实现学业和事业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3、组织读书活动。为了让更多的人在文昌诞这一天感受到阅读的魅力，不妨组织或参与读书活动，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家庭读书分享会是一个温馨而又充满意义的活动。在这一天，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最近读过的一本好书，可以是孩子分享有趣的童话故事，从中领悟到善良和勇敢的力量；也可以是家长分享职场经验类的书籍，讲述自己在工作中的成长与收获。通过这样的分享，家庭成员之间不仅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还能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共同汲取知识的养分。社区读书交流活动则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扩大阅读的影响力。社区可以邀请专家学者举办读书讲座，分享读书心得和阅读方法，也可以组织图书漂流活动，让大家将自己闲置的书籍拿出来，与他人交换阅读，实现知识的共享。在这样的活动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汇聚在一起，共同探讨书中的奥秘，感受阅读带来的乐趣和力量。无论是诵读经典，还是阅读励志书籍，亦或是组织读书活动，都是我们在文昌诞这一天开启智慧之门的有效方式。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与书为伴，汲取知识的力量，为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加油鼓劲，
向着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行。传承与展望，文昌诞这一古老而又充满魅力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知识的尊崇、对学业的祈愿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犹如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将先辈们的智慧和精神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始终铭记着对文化的传承和对未来的追求。拜文昌帝君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传承，是对知识和智慧的敬仰与追求。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或许会因为忙碌的生活而忽略了内心的信仰，但文昌诞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何方，无论多么忙碌，都不应忘记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通过祭拜文昌帝君，我们不仅能够获得心灵的慰藉，更能在传承中汲取力量，激励自己不断前行。品尝美食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寓意的追求。那些与文昌诞相关的美食，如年糕、粽子、猪蹄等，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更承载着人们对学业有成、事业顺利的美好祝愿。每一口美食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品味，都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恩。在品尝美食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也让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延续和传承。诵读经典是对智慧的汲取和对自我的提升。文昌孝经中蕴含的孝道思想，以及励志书籍中传递的正能量，都能让我们在阅读中得到启发和鼓舞。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阅读经典，汲取智慧，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充实和强大。组织读书活动不仅能够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分享，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传承和弘扬文昌诞的传统习俗，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更是我们赋予传统文化新活力的责任。我们可以将现代元素与传统习俗相结合，创新庆祝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到文昌诞的活动中来。比如，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线上祭拜、读书分享等活动，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文昌诞的魅力。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对文昌诞文化内涵的挖掘和传承，让后人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将文昌诞的传统习俗和文化精神传递给下一代，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让我们在文昌诞这一天，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拜文昌帝君，品尝美食，诵读经典，让这些传统习俗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激励我们不断追求知识，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愿我们都能在文昌帝君的庇佑下，学业有成，事业顺利，生活幸福美满。让我们共同传承和弘扬这一古老的节日文化，让文昌诞的光芒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